因为父母的工作原因，我从小是寄养在别人家里面长大的，大约住了30多户人家庭，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空间或者是宠物。这种的压迫，就当时的压抑会以现在的爆发呈现出来。我在2014年的时候租了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处在的是杭州的西湖区，它离我的母校比较近，大约有400平方，一共分为4层。经历了差不多大大小小5次的修整，花了30万左右。我把这个空间作为我居家、会客和工作的场所。我现在差不多有25只猫和1只狗。通过1楼之后，能一眼看穿整个房子。中庭原本是3面墙封死的，敲掉了3面墙，做了一个阳光顶，把户外的光线导入到当中。在2楼有足够的采光和通风，所以猫和狗都特别喜欢在这个房间里面晒太阳。3楼是一个自己居住的空间，分为南北2个区域，北侧层高将近有6米，搭建了一个小的阁楼作为我个人的卧室。南面这个空间设置了一个比较小的休息室，朋友的来访他可以暂时的转住。1楼这个中庭是我在这个房子里最喜欢的一个空间，按照植物的习性去布局它们生长的环境，做了一个饮水的区，养了一些鱼和乌龟。下雨的时候你能听到雨的声音，雨水通过泥土，然后再渗透到水中，形成一个独特的小世界。房子的尽头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地窗，它能看到向南的另一个大院子。在这个院子当中，我种了很多植物，大约有40-50种，种了非常多的尤加利，会有一些松树，种了一些柠檬。在芳香类的植物当中，比如说香茅类的迷迭香、百里香，我种了一些会攀墙的植物。这是个变态的紫藤，它的开花周期是在6月左右。大多数的猫都会在3楼居住，然后3楼会有非常大的猫爬架。它们的名字最初的时候我会选择福气、福来、芙蓉这种比较喜气的名字，慢慢的延伸到了食物，米米的颜色我会选择肉松，白中带黑的会选择汤圆、麻薯。我现在所养的这只狗，其实小时候是一只被遗弃的狗，它当时患了比较重的绝症，花了3个月的时间尝试去送去医院进行一些治疗。每天大概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铲屎。25只猫的食量还是蛮恐怖的。房子里面会布置非常多的净化器，能根治猫毛在空气当中。地上的那些毛发，我会选择一些扫地机器人，24小时工作的状态。也是因为我从小的经历，我可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些方式进行自我疗愈。我会在鲜花快凋零的时候把它制成干花。我平时还会在工作室做一些调香或者测试。放松的时候会点一些蜡烛，做一些平时所坚持不了的事情，比如说写日记。有一些朋友来访，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聚餐。虽然说这是一个租来的房子，但是我对于家的稳定性特别看重。养了这些动物，我更离不开这个家了。